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小腿被誉为咱们的第二颗心脏，我相信这句话很多朋友以前看一些电视节目当中啊，甚至短视频当中啊，都听过这句话，但是真正了解的并不多。我们讲的小腿啊，为什么重要？首先，我们从第一个层面来讲，你的跑步、你的走路、你的蹦跳都离不开小腿。小腿它发力了以后，才能让我们整个人往前走，有一个推进能力。其次的话呢，就是小腿当中啊，它穿行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管子，这个小管子进字开头，后面带一个麦字，然后呢，从这个地方小腿的结构比较特殊啊，两个肌肉一收缩，这两个肌肉叫做腓肠肌啊，它一收缩就会压住我们这个小管子，像一个泵一样，把我们红色的水往上去冲，这就是小腿当中的一个结构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小腿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你们自己可以捏一捏自己的小腿。如果你的小腿啊捏起来，它的感觉啊是比较有弹性的啊，感觉还是比较有质感的，那么这个时候说明你的状态啊是比较棒的。反之，如果你的小腿啊就这样啊，自己去捏一捏，松松垮垮的，一摸起来啊就感觉软绵绵的，没有什么质感，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啊，你的这个泵它可能的工作的状态啊并不是在一个理想的状态，那么它不理想呢，那我们这里的压力会不会变大？那一样会变大的。所以呢，小腿这里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，怎么样把小腿给练好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小腿的锻炼啊，很简单的，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说，一个就是要去练，把它练得更强壮，让它这个泵啊，它能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去松啊，要把这个小腿啊，因为它经常走路，我们平常不怎么关注它，你会发现小腿啊是非常敏感的，我们要去把它松开啊，一练一松，一张一弛，这样结合在一起，你的小腿啊就会棒棒的。好了，咱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动作的演示。小腿的锻炼其实非常简单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的肚子啊千万不能挺出来啊，我们要把双手抱住腹部，把腹部向内收，像我这样，看到变化没有啊？双手抱住腹部，然后把我们的脚，你看左右颠啊，颠起来以后，利用我们的腰胯的力量转向一侧，就这么去颠，每天去做。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可以一手抱腹，一手扶墙，扶着墙这样去锻炼。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，就保证了什么？我们的一个安全性。在练习到后面的时候，你感觉这个动作练习稳了啊！你看我们每下抬下来的时候，慢慢的抬起来，慢慢的落下。当你感觉稳定了以后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要练习除了小腿以外，我们还要练习勾脚啊！每天没事的时候把脚往上勾啊！为什么要练习勾脚这个动作呢？因为你要知道，咱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啊，他有一个问题，他这个走路的时候啊，往往他的这个脚啊是勾不起来的。你看，比如说我去迈一步，迈出来以后，这个脚是搭拢着，即便腿能抬上来，但是脚是搭在下面的，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。比如说我们在走一些啊，有一些门槛比较高一些的，他就是感觉腿抬起来了，但是脚一下子没勾上来，这个人一下子就怎么样跌倒了。这一跌倒你就麻烦了。记住，咱们啊已经不年轻了，这一跌倒，很多人啊一躺都是1年。在躺的过程当中，肌肉有个原则叫做用进废退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用它，它就会进步；你不用它，它就会退步。小腿也是一样，躺着躺着，你这个小腿啊就会越来越软，就像小海绵一样软绵绵的。你再想下来走路，走2步啊就特别的费劲，康复起来又需要大量的时间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练习小腿的时候，双手抱腹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要保证它的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安全性，进行左右的一个交替的这么颠啊，慢慢去做，不要急着很快。然后再练习我们抬脚尖的一个能力，把脚尖往上抬，在抬的时候能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脚尖是抬起来的，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我们走路的时候容易被绊倒这样的一个风险。最后呢，我们可以把2个动作结合起来，怎么去做？双手抱腹，然后你看，踮脚、抬脚转一侧，然后再颠，再回来，抬脚转，再颠，再抬脚啊，这么去做的话就很简单，是不是？每天把这个平行步啊，你看做起来，把脚这么一抬就非常好，小腿也锻炼了，我们的前侧也锻炼了。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腿锻炼动作。
那么讲完小腿的锻炼以后，咱们还要去松。锻炼和松的比例大概是2:1，就是说你锻炼2天，松1天，一周松个3次就可以。怎么去松呢？记住一个词，叫做承山啊，承山一个穴。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教大家怎么去找承山，大家接着往下看。承山这个点位非常好找，咱们把4个手指往下去摸。触摸到我们的内足踝，你看这凸起的，明显凸起的我们内足踝的上缘，触及到它以后呢，把我们的手你看往后这么一转，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承山。看一下，在活动的时候，明显它是处于这个分界线的一个中间啊。你看手往下摸，摸到你的内足踝，摸到它以后，大拇指往后一绕。摸到2个腿的中间，这个点就是我们的承山啊！你看这么一绕，摸到它以后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手，你看把它这么一握，握紧了，握紧了以后，把这个大拇指点进去，点到我们的承山里面，然后我们怎么办呢？把我们的脚就这样绕，点进去以后，把脚这样绕转圈啊，转上多少圈？转上一个10圈、20圈，然后反过来再转。啊，那么就在转的时候，就把我们腿上完全给它松到了。这一练一动的方法，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小腿啊完全打开。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坚持一个7到14天左右，你会发现小腿的肌肉啊慢慢的就结实了，再去捏一捏，不会像之前那么软绵绵的。这个方法啊，分享给大家，讲的也是比较细致的。大家感觉讲得好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"有用"2个字，并且给视频点上一个赞，把它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大家没有关注的，记得关注我一波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湿气重的人在夏天一定要记得一个动作，叫做拍8虚。所谓8虚，也被称之为8个大窝。这些大窝啊，都是容易藏着一些不好的一些湿气。那我们都听过一句话，叫做千寒易去，一湿难除。如果你正在被湿气缠身，恐怕你正在经历着浑身上下都没有劲，特别是双腿双脚啊，走起路来啊就如同灌铅，而且人啊会变得特别的懒，往那一坐啊就不想动，这些都是湿气往上走的一个表现。那么如果你湿气重了，被缠着5年、10年，你记住，好的方法就是拍8虚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运动，我分享给大家。大家感觉有用的，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"有用"2个字，同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。我们现在来看内容怎么去做。那么首先呢，咱们先来说一下这8虚的位置啊，分别是双手肘的肘窝、双腋下的腋窝。还有大腿根部的，你看这个地方腹股沟啊，也是一个窝，我们往这一坐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窝。还有大腿后侧这个位置啊，记住叫做腘窝，一共8个大窝。那么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给它进行拍打。拍打的时候啊，手要呈空心。首先是双手肘的肘窝，我们在拍打的时候是手掌这一面，你看朝上去进行一个交替的拍打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拍的时候记住是空心掌。拍出来的声音要发空啊，不要拍上去感觉发闷，这样就不好了。我们拍的时候注意不要很大力啊，轻轻的拍。你看身子微微往前屈啊，然后我们就这样拍，手交替啊，手交替。还记得我之前给大家分享的拍子吗？如果有拍子的话，咱们直接用拍子拍也是不错的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直接用手拍啊。手的话一定要是空心，拍的时候力度不宜过大。有一些微微的感觉疼痛就感觉可以了啊。如果你拍起来太疼，拍起来第2天这个地方整个是通红的就不好了啊。我们微微的拍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坚持，每天去拍上一个100下就可以了。双手肘讲完了以后，要讲一下腋窝。这个地方啊，其实和我们的手肘是连成一条线的，也就是说这2个地方它是一个开关，把这2个地方开关了以后，我们的手就通了。什么叫开关？开的是什么？开的就叫通，关了呢就叫堵。所以我们的腋窝怎么去做？非常简单，我们把手放在后脑勺，这个腋窝给它暴露出来，暴露出来以后，你会发现，当你的手掌往上一放，它是等身寸的就能贴合在上面。我们手掌一样是空心的手掌啊，你看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就这样慢慢的拍啊，慢慢的一下是一下的拍上去。拍的时候，你可以在最后末端手怎么样稍微抖动一下，你看
这么去拍啊，利用我们手掌的一个腕的抖动力量去拍。拍完一侧20-30下以后，我们再把另一侧给拍开，先把位置对好，然后就这样拍，轻轻的拍，从侧面看一下，听这个声音。啊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拍开，你要记住，这个里面藏着一个拳，我们身上有2个拳，这是其中之一啊，叫做极拳。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打开，把这个位置打开了以后，哎，你再活动一下你的手背，啊，活动一下你的肩膀，你会发现从你的手到你的肩都热了，都松了。这就是2个窝啊，我们一共是4个窝嘛，你看双手肘窝，还有双腋的一个腋窝，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腹股沟。这个腹股沟啊，它是在大腿的根部啊，我们也要去拍。怎么去拍？其实这个呢，要讲一些就是一些细节啊。你的腹部要向内收紧啊，不要这么顶着，向内收紧以后，2个手呈空心状，这么去拍。啊，你看慢动作是拍在哪？1、2、3，这么拍下来，轻轻的，腹部收紧。拍起来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震荡力，会往内走。那么如果你的腹部是顶着，是这么顶着、这么松着的，那你去拍的时候，它的整个力量在里面会让你不舒服。所以我们腹部收紧了以后，再往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胯部微微的往前顶一下，啊，就是一个细节，你把它做好。做好了以后，我们平常经常讲啊，比如说你上热，下面寒寒的，对不对？就要把这个地方多拍一拍，啊。这个地方每天去拍上一个50下、80下都可以，拍到什么？拍到里面发热就行了啊，50下了80下。最后我们讲一下双腿的腘窝，大家看双腿的腘窝啊，就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。那么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，它在于我们的一个远端，我们不好拍，怎么办呢？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脚尖向内做一个内拔字啊，做一个内拔字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具有一个稳定性。这个腘窝位于我们的一个关节，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拍不好，你腿会这么往前一下，年龄大的朋友们是非常不友好的。所以我们做一个内拔字，在内拔字之下呢，你看啊，手往后，就这么轻轻的拍。啊，在这个时候，你即便说你拍的很不稳定啊，就腿这么弯着扣下来了，它也会交合在一起，人是不会跌倒的。所以你就这么去做，啊，每天拍上一个50下到100下。这个位置啊，其实很多人是堵着的，这开关啊也是关着的。你去摸一摸，咱们自己去摸一摸。有的朋友啊，后面都像一个小鸡蛋那么大的一个小肉疙瘩，那我们就要把它拍通。这个腿啊。弯着，然后身子啊，你看就这么去拍。如果说你有我之前给你分享的这个小拍子的话，你就直接拿这个小拍子这么站着拍都可以啊。今天的内容呢，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一共8个窝，在夏天的时候，咱们从上到下每天去做上一遍，一遍下来也就5分钟到10分钟，但是这个运动锻炼的感觉啊，会让你感觉非常的棒。好了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大家没有关注的，记得关注我一波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脾胃不好的人别揉肚子了，意义不大。你只需要记住南怀瑾老师的一套方法，你会发现你的脾胃状态一天比一天好。那么我们说脾胃不好怎么去看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有表层和深层2种去看。那么表层看哪些呢？其实就是他的工作能力下降了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看2头，2头是哪2头？一个是舌头，舌头伸出来以后，你记住，脾虚则湿多，舌头伸出来2侧有齿痕，中间的这个舌苔啊，白白的、腻腻的，而且中间会有裂纹。这个大多数啊来说的话，你基本上不差了。这个脾胃啊状态会很弱。同时呢，我们看下头，因为脾胃啊它是后勤系统，它要处理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。好的东西你要留在身体里面，坏的东西要出去。只要它开始出现问题的，它会好坏不分。好的东西它也进不到身体里面一块出去，包括它的处理能力会非常弱。所以你会发现出来的东西很粘稠。经常上完厕所以后就粘在马桶上面，而且还不成形，颜色很深，这都是脾胃不好的一个表层你能看到的。那么深层是什么呢？那我们说的就远了。脾胃只要一开始不好了，你记住什么叫做后天之本，就是说我们前面先天的时候，我们是靠肾的一个气在发力，后天的话就是靠你的脾宝、胃宝在发力。你的脾宝、胃宝越好，你意味着你的状态会越好，你
你的这个老年的时候，你的精力也会越加强壮，高于同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脾宝、胃宝它是一个后勤的加工厂，你进去的东西你得有能量，对不对？脾宝、胃宝弱了，有的朋友是进不去的，有的朋友是进在这儿，工作能力不好，好的东西出来了，吃的再好，溜一圈出来也没啥用。只有真正进到身体里面的东西才叫做好的东西。所以脾宝越好，它的一个加工利用率就越强，你的后勤系统越强，你的状态自然而然就越好。所以脾宝、胃宝也被称之为叫做这个精血的宝库，也是这么来的。那么很多朋友啊，听到这里就开始已经重视了我们的脾胃了。我们说一下南怀瑾老师的方法。南怀瑾老师啊，他有2个方法，一个叫做6燥坐，还有一个啊是晚上去用的，这2者相结合形成一套方法，一个叫做清，一个叫做补，这2者结合起来，只要7期49天你就强壮了。怎么去做呢？其实我们先说第一个方法啊，这个方法6燥坐啊，很简单，我来演示一下给大家看。做6燥坐之前呢，咱们要记住一个口诀，叫做右手环左肋，左手抱右肩，然后把动作做好了以后，把腿并拢，整个身体啊向下弯曲啊，就这么弯在一起。你从侧面可以看出来，我现在的形状慢慢就像一个婴儿一样蜷缩在一起。它的一个完成版啊就是这样，保持住3到5分钟，正常呼吸就行。很多朋友说，哎呀，不就是这个动作看起来太简单了。其实你们只看到了表象，深层的你没有看到。之所以不让大家揉肚子，是因为你在揉的时候对于里面的帮助不大。我们把里面想成一个大海绵，当我们整个身体向内蜷曲的时候，它就会不断的向内施压挤压，那么就会把里面的浊的东西给它清出来。所以在做的时候，很多朋友上面吐出一口气，下面啊也在放气，两边同时在放。那么浊的东西一清出来以后，里面的压力就少了很多。那么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一弯，好，到这儿他下不来了，他这顶着啊，一股气在这儿顶着啊，有的朋友就跟他对抗，不要这样做啊，就慢慢的保持住。正常呼吸，你会发现一会儿啊，我们的身体它就啪嗒一下就下来了，然后我们完成一个蜷曲就可以了。这样去保持3到5分钟，它比你揉肚子去揉上一个半个小时来的还要好得多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6燥坐。说完了6燥坐以后，很多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叫做清法。一个呢是清我们里面不好的浊气，二个呢就减轻里面的压力，故名清法。那么还有一个补法，你记住啊，脾胃弱它并非是一日之寒。这个脾胃弱了以后啊，你就慢慢的要让它补，把它变得很强壮。怎么去补呢？那我们就要用好一个口子，就是我们的神阙，也就是我们的肚脐。在这个里面啊，添置3种至阳之物啊就可以了。这3种是哪3种呢？你们听啊。艾绒1小撮，桂圆肉1颗，花椒6到7粒。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捣碎了，加入适当的蜂蜜，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。这个小丸子能量可大了。你看，艾草至阳之草，那么花椒窜走能力又强，桂圆肉啊，它可以养我们的脾胃。3样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。肚脐这个地方并非一般的地方啊，你看小的时候都是这里一根带子穿出去啊，从这里啊获取外界的能量的，所以把它放在肚脐当中再合适不过，然后把它封盖好。这个时候晚上去贴，白天把它撕掉，在一夜之间，这里面产生出来这种有气味的这种气体，包括里面的能量都会被里面的小触手给抓走，你的脾胃在不知不觉睡眠当中一天一天强壮。这个方法其实我分享给很多人，很多人呢他自己啊动手能力强的就自己做了，用完以后就竖大拇指。但是有些朋友啊动手能力弱，可能这个方法就搁置了，就光做这个了，光做这个动作你每天轻也不行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家里面在用的成品给大家，让你们能够快速的把这2个方法结合在一起。你记住1+1大于2。我把这个成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，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肚脐贴，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了脾胃。这盒肚脐贴我们家里面人啊也在用，我自己也在用。为什么选择它呢？非常简单，咱们打开盖子以后，轻轻一闻啊，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味道很浓郁，味道越浓郁，证明里面的选材用料就越真。材料的真和材料的好坏，就决定了这个小丸子的能量。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上面的这个配料表，给大家读一下。里面不仅有艾草、桂圆、花椒，还加了陈皮、白芷、生姜，比我们自己做的啊来的还要再好一些。
那么这个里面的小丸子从里面取出一颗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用它送上这个封贴纸啊，就是把它这样2个贴在一起。贴在我们的肚脐上，如果感觉自己身体上面的湿气重，在夏天的时候，我们脚底上面的这个涌泉也可以把它直接贴上，贴在脚底的涌泉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就这样去坚持749天，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，整个状态啊一天比一天好，因为脾胃强壮了，你的后勤强大了，能量就能进去了。我自己呢也用过一段时间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我感觉不到什么，到了第3天的时候，我感觉肚脐这一圈就像一个小太阳笼罩在这里一般发热，然后我脚底也贴了，脚底上面就像攥着小火苗一样，热热乎乎的，非常的舒服。有的朋友啊，我分享给他，他是一年四季这里啊就像敷着大冰块一样，就是摸起来就冰冰凉凉的，而且身上不容易出汗，那脾胃也不好，身上的这个水气湿气也重，他就这么3个点去贴，贴完了夏天以后啊，告诉我说肚子这里啊开始热乎起来了，很舒服。你记住啊，脾胃只要好了，咱们不仅仅啊会感觉到身上有力气，而且呢，很多虚的朋友发现自己啊并没有那么虚了，原来麻烦啊是接二连三的，后面呢这些麻烦啊就不怎么来敲你的门了，这就是脾胃啊，它是后天之本，一定要重视它。我把这个肚脐贴呢放在了我下方的橱窗当中，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行去获取。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在夏天之际，我们用好这个窗口期，就能够把我们的脾胃养得越来越强大。而且这2个方法啊，一个轻，一个呢是往里面去加的，2个1+1大于2，用完了以后，你自己也会竖起大拇指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大家感觉好的，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，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我是大伟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腰不好的人，每天不要再扭了。你这样做啊意义不大，你们一定要记住啊，腰部它的结构啊是不支持这么过度的旋转的。如果每天就喜欢这么扭一扭啊，感觉好像舒服了一些，其实这样的话反而会让你的腰越扭越松。哪里变松？它的整个结构上面变松。所以你的腰部如果是久站或者久坐，都会感觉僵僵的啊，感觉硬硬的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它来源于道家，叫做金刚撑腰法。是什么意思？其实说白了，就是把你的腰部上面的曲度给它还原。那么它更像一个拔腰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把你的上半身往上拔，下半身往下。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，就会把你的腰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。所以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简单，你们其实跟着我做一做，用上一个10秒钟到20秒钟的时间，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动作的神奇之处。好了，咱们话也不多说，你跟着我做完感觉有用的，咱们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帮助更多的人。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来做动作。那么首先做动作之前呢，我们需要找到2个定点，这2个定点也是我们一会儿会用到的点是哪里？你看，用你的手掌这个位置，慢慢的顺着你的侧面往下去这么去滑。在滑上3到5下的时候，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棱，就在于我们的腰间。你去慢慢的缩小你滑动的范围，比如刚开始滑得很大，慢慢的去缩小，去逐渐的用你的手掌去感受它的存在，然后慢慢的把你的手掌怎么样？你感觉这个手掌能够潜入进去的，就像我一样，你看现在潜入进去的，一摁。能摁进去，它是硬硬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地基啊，把它摁住。好，另外一边也是的啊，你这么去滑，这么去找，慢慢的你能感觉到找到很明显的一个棱，一个分界线，硬硬的，然后手能潜入进去了以后，形成这样的，你看这样的姿势，在这样的姿势状态之下，你看我的手向下发力啊，是摁不动的啊，往下发力是摁不动的啊，它不会这么一滑就滑下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找的2个定点。找了2个定点以后呢，你记住，此时的我们的力是向下的，我们其实是摁在了骨盆的2侧啊，把这个力往下摁，然后呢，我们要通过呼吸去深呼吸一口气，注意看，往下摁的时候，来深呼吸，吸气，吸气的同时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手也要往下去发力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这是一个呼吸。好，然后再来从侧面看，手往下摁是不要松的啊，千万不要一吸气的时候手就滑了，就松了啊。来吸气，吐气，
深呼吸啊，我们一般3到5个，再来一次啊，来吸气，吐气。大家最好把手机暂停啊，跟着我们的这个视频一起去做，感受一下。那么做完这个呼吸以后，你再活动一下你的腰部，啊，很简单，很轻松啊，就这么简单的活动一下，你就很能测试到这个动作的一个感觉了。这个动作能不能给你帮助？其实3到5个呼吸之间，你就能感受得到，自己能有答案。为什么？其实原理很简单啊，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？胸是往上走的，你看我的肩膀在吸气。它是往上在抬的，整个胸廓是往上走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它给我们的一个腰部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力量，对不对？那手在往下摁，它是一个向下的力量，形成了一个什么？上下力量集中在我们的腰部，形成了一个拔河的状态。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啊，没事就喜欢去怎么样，把自己啊牵引啊，把这个腰部牵引。其实你用这个方法一样的。啊，手按在两侧，然后慢慢的，你看找到潜进去定住了以后，好，来吸气，慢慢的，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往上了啊，它在纠正你，然后吐气。有的朋友这个腰部啊比较紧，都紧着10年、20年的，那可能要5个呼吸到10个呼吸。有的朋友来个5年的、3年的啊，可能就3个呼吸。那这样自己做，吐气。但是大家别管是几年，你记住了3个呼吸下来，然后活动一下自己的腰部，只要感觉松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这个动作坚持去做一做，坚持去做一做，你会发现腰平常扭着喜欢扭的人也没有那么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曲度状态，里面慢慢僵的一些、紧的一些或者堵着的地方，慢慢的它就会自己通起来。所以这个动作非常好，分享给大家。每天没事的时候5个呼吸到10个呼吸，简单啊。好的动作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是服务于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。今天这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，也感谢大家对咱们视频的一个观看和支持，对大伟的一个支持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